哟，大家好，你好，大家好，王太是我们家的厨神啊，也是公认的会煮啊，又懂吃。不敢当。今天我们就讲一些什么事情呢？中国人和马来西亚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时刻说，哎，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哎，真的是，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些互相听不懂的那5样东西。厨房黑话。对，厨房的黑话。我们的特殊点在于啊，不是讲生活中的什么8点几个字啊、烧水啊、懂还是明白啊这样的一些话，我们讲和厨房有关系的。第二呢，进一步它的背后，它的饮食和文化是什么，我们也会分析到。欢迎啊，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就5个东西。那我们第一个开始了。王太，我们讲什么？你手上拿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这边最大的差异了。年糕，完全是不同的物种。我们第一个先讲年糕。其实第一次在大马过新年，我们来了23年1月份，不就开始过新年吗？大家说来吃年糕，我们就想，哎，怎么年糕是这个样子的？是的，是吧？我手上拿的，先让大家看看，在中国，我们生活在江浙沪啊，这个上海看到的年糕就是这样的，白白的、长条的为主吧，应该这种。我们上海人，我爱吃的宁波年糕嘛，我们就是这样。宁波年糕是用大米，然后加一小部分的糯米，然后经过敲打挤压成的，有那种巨大的那种像石冲一样在那边敲打。是，而且我们的年糕基本上都是咸着吃的，就是你是上海本地人，我的祖籍因为是属于浙江绍兴，我们都是什么咸菜炒肉丝啊，然后放一点年糕进去烧一个咸菜年糕汤，或者是年糕炒那个大白菜肉丝。毛蟹年糕，咸的都是。对，那我是上海本地人啊，在我们家呢会拿它水煮一下，很快它就会软化了，然后拿它来蘸白糖，也是一种吃法。从来没看过这种事。对，但是我说马来西亚的年糕是一小罐一小罐，颜色就跟我们是巨大的差异，形状也不一样，而且真的是过年的时候有的。对啊，圆形的，然后它的颜色是那种焦糖色 caramel。对，焦糖色，它是硬的，对吧？对，巨甜嘛，它是用大量的糖和这个糯米粉，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小火慢慢的蒸出来的。对，因为它不然会糊啊，或者说会焦。听说它是要有人看着很长的时间，其实非常花费功夫的一种年糕啊。人家吃的也跟我们不一样，人家基本上就是炸嘛，用那个番薯跟芋头，对，把它夹在当中，然后裹上一些那个薄薄的面粉，然后就炸出来的这样一个炸年糕，也是吃在嘴巴里面就很奇怪。它在炸之前是他们都冻起来嘛，因为怕发霉，那基本上是硬的，炸完之后它就是非常的柔软，而且就有粘性，可以把芋头跟这个番薯可以粘起来。真的是，因为我们刚到大马的时候啊，我吃的第一份年糕，哎呀，我是在 Lotus 买的，然后那个一罐你都不懂怎么吃，把它弄得软了以后，觉得哎呦太甜了，不好吃。这几年我们就懂了啊，就王太这种吃法，这个炸出来，这个香甜糯，而且不同的口感啊，这个番薯的根茎类的，加上年糕那种软软绵绵甜甜的。很绝妙的搭配啊！是碳水加碳水加碳水。是，因为就在那个后厨有的时候，那个我说今天我们炒点年糕给你们尝一尝吧。那个我们的合伙人妈妈那个 Auntie 就是年糕，就会好像眼睛里面全部都是问号。然后我把我的这个年糕拿出来，甚至我们在后厨我们做甜汤，把这个年糕我们就是宁波年糕切成丁放在红豆汤里面，他也觉得很新奇，这个口感也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能接受吗？觉得好吃吗？好吃。好吃啊！对，我用那个金葱肉片炒年糕，放一点海鲜酱，就是他们觉得挺好吃的。不错吃哦。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种。对。好。第2种，我们就来讲一讲葱。一个字，葱怎么讲？大家还会有误会呢？就绿绿的啊，误会在哪里啊？王太，就对我们上海人来说，葱就是指小葱嘛，小的那个青葱，小葱居多，就那么细的，大家肯定见过吧？可能比这里的还要比细的多，头是白的。所以上海的这个小葱这边是没看到过，是没有的，所以要比大马巴萨看到的那种更细一点，它的头是白的，不是这里红红的，是吧？对。那你再接着说啊。就我说我要一些葱，有的时候我在后厨跟我们合伙人讲的时候，他就会一脸懵的跟我说，葱是什么葱？啊，就他听不懂是吧？单讲葱他是听不懂。对。
OK，然后说什么葱？我说葱还是什么葱啊？因为我觉得我上海人的话就是一种葱嘛，就是细香葱。然后他说你是要大葱？我说我不要京葱。他说京葱又是什么葱？我说不是像立克那种韭葱一样的葱，他就又跟我说韭葱是什么？我说就是比那个糖蒜要再粗一点的那种扁扁的蒜叶。什么是糖蒜？大马人没有做过韭菜，还不懂。对，然后我说哎呀，不是那种蒜苗啦。然后他接着说蒜苗又是什么？完全不懂了是吧？就葱引发的这个不同的，所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那种很大的、很粗的那种中空的这个葱叶的那个玩意儿，我们叫大葱，又叫京葱。对，北方人吃的比较多。然后北京烤鸭里面加的那个叫京葱。哦，那大马他们常用的那种 green onion， 他们称之为叫什么？青葱。叫青葱只能叫青葱是吧？会比较多。对，是那种大的，还是我们平时看到小一些的？就相对比较小的，大概像一只筷子这么粗细的。所以叫京葱和大葱。头是稍微那个没有，他们会叫大葱。对。大葱和青葱。中国大葱，对。知道了。对。然后我们在超市里面，西洋人的超市里面会看到那种叫 leek 的。然后葱叶是扁扁，但是很粗，你看上去以为是京葱的。那个他们不太用。那个不用。对，还有一种叫糖蒜，我们上海人会叫蒜苗，就是蒜长着长，它就抽芽了之后这个样子。我们等下在蒜的部分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吧 ？OK。还有，我记得你跟我说，到了这里发现大家讲的葱油也不一样，和在上海大家听到过一个菜吗？叫葱油拌面，我们快闪30回也给大家吃过，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对，来告诉我们一下。就这边说的葱油就是红葱头，而且那种小的，一颗一颗，大概像比马蹄还要小一点的那种红葱头，切片之后炸成那个红葱酥，剩下的那油他们叫葱油。红葱头就是那次我们分享，我们已经吃的像大马人中给大家看过那个葱酥炸下来的油，他们那个玩意儿叫葱油。来，那你讲讲，在上海我们平时经常讲的葱油是什么？就是细香葱。大量的细香葱炸出来的葱油，而且我们会把这个细香葱会留一部分在这个葱油里边，然后是拌面的时候，这些细香葱也是一块吃掉，非常香的这个。非常香。那在大马这个葱油会怎样来做呢？做些什么呢？他们好像不太会单独像我们这样子去做一瓶放在家里面，没事就是点一点拌面啊，或者做菜时候用，很少用。所以我在这边我们快闪时也做过这个葱油拌面嘛。然后很多人都爱大家都很爱我们OKOK的。对。葱油拌面，那个葱油真的是1斤油就是500 gram 的油，我们基本上要配大概1 kg 的这个葱。那在大马听上去就是，葱油更像是为了做葱酥的一个过程。对，它是做葱酥的一个副产品。对，副产品 side product， 对 byproduct， 或者说好，基本不会像我们这样，我们是怎么说呢？是属于占据上海人餐桌上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那大家看到大马生活家的深度就是不单单只说词，还谈到它背后的饮食与文化。讲到葱，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必不可免的要讲到蒜了。我也不懂王太，你在后厨经常会和大厨沟通聊天，怎么蒜也是会有差异的？我也没有差异在哪？就我说，大厨我要几颗大蒜他就跟我说蒜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会问我说英文是什么？他是装的吗？我觉得他是真的不懂，因为3、4次了已经。对，英文不就 onion 吗？不是啊，onion是洋葱。对，蒜的英文是什么？ garlic， 对，garlic。我说对，我要 garlic。那你说 garlic，他听懂了？对，我说那你们 garlic 叫什么？他说我们不会叫大蒜，我们叫蒜头、蒜米。蒜头，这我也经常听 auntie 讲蒜头。对，所以大蒜他们要想一想什么是大蒜，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就非常这个。只是称呼不一样吗？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东西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讲它的衍生品，你刚刚讲了像蒜苗、蒜油什么，来告诉我们一下差异是什么？就蒜苗的话，这边真的是不常用，不像我们蒜苗，我们首先是蒜苗，我们会经常把它切成这个蒜苗的末，放在一些牛肉或者羊肉汤上面。中国的这个兰州牛肉面上面的这个1清2白里面，清就是指青蒜叶嘛，因为这个蒜叶碎是能够给荤汤带来香气的。他们没有这种吃法。那我们补充告诉大家，蒜苗应该
我没有说错的话，就是大家讲的蒜头的那个叶子，没有是吗下面白的部分也可以吃的。也可以吃，对那它称之为叫蒜苗。对，然后香港好像会把它叫做糖蒜，哦，OK，糖就是唐代的糖， OK，糖蒜啊我们还会用这个蒜苗把它去炒肉丝、肉片，也是非常香的一种。这个还有跟豆干一起炒。这边我从来没有看到大家这样炒法。对，我那可能们是可以当做一个蔬菜这样去吃的。他们可能就不吃这个。对，还有些什么关于蒜的差异吗？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蒜苔，他蒜苔们也不知道。蒜苔是什么？你告诉我，我爱吃，我不知道。蒜苔就是蒜，它长了先长出蒜苗之后，它要开始要抽芽，要有一些结种子的时候，它就那个茎会长得比较粗，就是圆滚滚的。我们说的蒜苔炒肉，他们把这个叫蒜苗。哦，这样的，对就还有差异哈。对蒜苗是我们的蒜苔。OK，我们还有一种叫蒜泥粉，它肯定。大家应该不知道，蒜泥粉是什么？蒜泥粉是有一年不是蒜的价格飞涨嘛，大家就发明了一个词叫蒜泥粉啊。这就是蒜了。是。好，那好，再来，我们再讲一个和根茎类有关系的土豆。对，这也是巨大。对不起啊，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讲的土豆就是你们马来西亚人说的马铃薯，对不对？对啊，像这个马前面那个铃的这样圆圆的。是。好，我发现台湾也会叫马铃薯。我记得小学时候我们学个课本的时候，就是马铃薯是土豆的一个标准的学名，大家会叫马铃薯。对，但是我是没有想到，我有一次在后厨跟那个Auntie 合伙人妈妈就说我要烧猪尾汤，然后不。就我有一次跟他偶尔谈起，我说今天我给你们炒个土豆丝吧。他非常惊讶地看着我说，土豆也能炒丝吗？我说，土豆炒丝很正常啊。他为什么觉得土豆不能炒丝？然后我说那这边有土豆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好像前两天看到很大一包。他说你们把这个叫土豆吗？我才知道他们说的土豆是花生。所以我说炒土豆丝。我乱了。我们讲的土豆子是大马人讲的花生，对不对？对，他一开始还猜了是不是山药，完全乱了。来，你帮我捋一下好吗？就是在土里长的豆子嘛，那很形象，他们觉得就是花生，因为他们压根儿不把马铃薯叫土豆。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土豆，他们会认为是花生。对，那他们会不会把马铃薯称为花生呢？不会啊，不会，那是两个物种啊。然后他们我说土豆，我要如果说土豆不是花生，他们就会说，那是不是山药？怎么又出来个山？你别说，在我们国家河北还有山西有一些地方，就是把土豆叫做山药。OK， 反正已经有很多名词了，在脑袋里。所以你可以想象，我说炒土豆丝，那个 Auntie 脑海里面就是把花生一颗一颗切成丝。刀工极好啊！这个，对，那很笑，好笑。这个大家都各有不同的理解吧？对，这还有什么故事吗？没了。最后一点就是经常会听说，对 Auntie 会说你们好厉害吃哦，或者说我们家儿子很厉害吃哦。今天我们讲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厉害这它呢，实际大家可以理解，它是个 adverb， 是一个副词，对吧？那么在我们学习的中文里面，会把副词放在后面，比方说你吃的很厉害，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了。第一呢，就是这里的副词放到了前面，说你厉害吃。第二呢，就它的语义不同。比方说吃的厉害，我们通常的理解就是说，你吃的很多对吧？你吃的很厉害就我们其实也标准的书面语不会这样去说嘛，对吧？跟方言里面说你这吃的很厉害，意思就是你的食量，either 是你说是你很贪吃，你这个人是馋老胚，上海话叫就是特别嘴馋的人，很馋，对，是带一点贬义的。要么就是说你的食量很大。对，因为厉害是个程度副词，我们可以说你吃的很多或者怎样不会直接说厉害。所以你听到说厉害吃，你的理解是什么？立刻玻璃心了心碎了一地Auntie 说我跟我儿子都很厉害吃，我就想这个我也知道我们吃的很多，食量很大，但是为什么 Auntie 要点出来这个事实呢？因为平时 Auntie 讲话都是非常的委婉的，是吧？对，非常和蔼可亲的，怎么这么犀利啊？我受不了。对，然后他在琢磨他就是各种不同的语境上面，因为有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儿子有的时候是给我们做饭，他就会来一句你儿子好厉害吃。
或者说我儿子吃了 Auntie 做的擂茶，他觉得特别好吃。Auntie 又会说你儿子好厉害吃。我就想这个到底是上下文怎么突然之间会说我们食量很大呢？我觉得 Auntie 的意思就是 wisely at eating， 就是你关于饮食很懂、很厉害、很 smart， 很有品味，可能是这个意思。哎，很有品味。当然，我也相信厉害吃可以形容为说吃的很多，厉害吃啊，他这个很厉害吃，对吧？我不知道，大家赶快来教我们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觉得谁很厉害吃？你通常是哪种情景？想要表达什么才会这样来讲嘛？是吧？那如果它是一个表扬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就是说一句，不会，或者说没有？你要说安吉，你也很厉害吃，然后你看他的反应就懂了吗？那还有个东西，就是如果形容一个东西，比方说像欧卡不错吃，不会胖，不用组织我们讲，所以不错吃我也搞不懂，不错吃是什么？就吃的没有错。这个我根据我经常听到大家的理解，所以你现在变成我们的广告语咯。我想说就是说不错吃，它代表的是这个东西口味很好，是指一个东西，也不太有其他的歧义。大家觉得对不对啊？如果用错的话，我要改广告语了哦。好，这个就是大家互相之间沟通上容易产生的一些歧义吧，也作为一个趣事拿出来和大家分享。那么总结一下来，我要问一下王太，你会发现，我们提高一点在后厨，你看到我们在饮食和饮食文化上和大马人会有些什么差异呢？当然，这里大马人包括我们刚讲的这些歧义，都是基于我们来自于上海，我们的大厨一家来自于柔佛是福建人。好，王太来说说看吧。我觉得就上海人比较讲究的浓油赤酱，当然这边他们也会讲说喜欢放一点酱油让颜色好看，但是放的是非常谦虚的，什么是那个克制 moderately， 比较克制，放一点克制，有一点点酱色就可以了，也不会放很多的糖在这里面。然后上海人从小到大做菜喜欢放味精的，这个他们也没有这样的做法。他们对于食物烹调的话，还是讲究原料的新鲜程度，并不像我们上海人所谓的浓油赤酱，在我看来就是为了掩盖这些食材，就是你稍微有一些味道的这个不新鲜的味道，你完全可以盖掉，它不是这个样子，并不是要用这个佐料去掩盖本身的不新鲜。所以他们是越新鲜越简单的处理，越快处理越好。哦，是这种吃法，对吧？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你也问过我说，你现在觉得上海菜你喜欢吃吗？你有一次还问我嘛？对，我说因为毕竟是小时候的口味，是家乡菜，我大概一半一半吧。因为吃过世界上各种东西，我觉得好吃的东西还有很多，还很值得去探索。对，包括你像上海菜里面，其实并不会大量的用到大蒜，但是由于我不爱吃上海菜，我是非常喜欢吃广东菜、潮州菜、福建菜。我发现这3个菜系里面，对于蒜的使用简直是巨量。我从前1年用的量，可能现在1周用的蒜就是这样的一个用量。所以你发现蒜是一个很神奇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好，那么大家关于在饮食中、生活中的误会、误解，发生一些关于厨房的、关于做菜的趣事，我们也一起来分享让评论区变得欢乐起来当然也欢迎到我们的网站看一看，支持一下我们。期待大家厉害的评论。厉害评论啊。OK 啊。